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呢，是关于我最近使用 Google Gemini 一阵子之后呢，我的一些体验心得，还有就是我开始慢慢的总结出来，就是 AI 其实对于我日常和工作中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场景是真正对我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Google Gemini 3呢，它这次的更新呢，真的是让我思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也重新让我去反思，就是我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我是希望 AI 帮我做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今天就来分享我的一些总结和心得。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一些比较感触的一些地方，就是我最近发现到在不管是在我的公司也好，或者是在我参加的一些商会啊、一些组织也好，就是我发现到人都是不断的在离开，这个是可能是最近刚好一些比较熟的朋友，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些同事，或者是跟我合作比较久的一些伙伴呢，他们最近有了一些新的方向，所以决定离开。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当然感触就会多一点啦，因为相处久了，不管怎么样都是会有一定的一些感情和一些关系嘛，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一定是会有一些感伤。在这过程当中呢，你也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一定会发生，或者它是迟早会发生的，而且其实他的这一个选择，或者是他做出的这个决定呢，对他的人生是更好的，所以你能够给他的就是更多的一些祝福，就是祝福他未来会变得更好，也相信他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然后你还是需要持续的往前走，这个是我觉得一定会面对的一个东西啦。但就是在过程中呢，还会让我开始去反思，就是这个好像就是一种人生的常态嘛，本来就是应该去接受的，就是或者是它会让我产生另外一个的思考，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把人生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比喻成一个浴缸好了，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装水的一个浴缸。那其实，在这个浴缸里面的水呢，它是永远的不会处于这个静止的状态的。就是我们要接受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世界是不会有任何可以完全不动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断的充满着变化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直会有变化的，就很像这个浴缸这样子，它就是会有新的水会流进来，但它也会有一些水会流出去，它一定是不断的保持在这样子一个可能流动的一个状态，就是会有多少水流进去，会有多少水流出来，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东西。但是你是不能够阻止它。哦，今天把这整个不让任何的水流进来，也不让任何的水流出去，你是不能够去违背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的规律的。所以我觉得在一个组织当中，它的那个逻辑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够阻止任何人离开这里，就是在这个组织的架构里面，它就是会有人想要加入，也会有人想要离开，所以它就是一直会不断的这样子的产生的变化。所以如果身为一个组织的一个管理者呢，更加重要的东西是你必须确保一些核心的能力没有被拿走，或者是一些核心上面的位置是依旧是稳定的。然后如果某个地方不稳定之后呢，你要如何去补上这个东西，或者是你要如何能够确保你流进来的水会比你流出去的水还要多。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思考。我发现到把它变成这样子浴缸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一个状态之后呢，我就会很了解，就是现在我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也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是会这样子的一个变化，也能够更加的看清楚，知道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应该要做好，或者是我需要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也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关于 AI 到底是怎么样影响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它其实具体上是帮助了我什么忙。就是这个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东西，就是如果今天 AI 能够做到那么多的事情，或者是能够帮到我们各方各面的话，那其实我能不能够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或者是我能不能够看透它真正的一个本质，实际上它在帮助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最后把它整理成了3件，我自己觉得在3个情况下面最能够帮助到我们，或者是我其实运用整个 AI 其实都是围绕在这3个方向，所以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分享，让大家能够重新的去思考，在什么情况下面其实最适合使用 AI 来帮助到你。那这3件事情分别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我把它叫做让想象力轻轻落地。简单来说，它是围绕着如何让想象力去把它具象化或者是表现化的一个地方。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是有一个人陪我变得更好。那这个东西我会觉得更加多的是在于陪伴啊，在于教练啊，在于引导。我会觉得它是这一个方向。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茫茫大海中找方向。那这一个的重点呢，我会觉得更加围绕在就是怎么样处理杂讯，就是怎么样过滤杂讯，怎么样找到真正对你有用的一个资讯，怎么样在就是互联网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内容的情况下面，找到我们真正需要的那个答案。所以我会觉得 AI 其实一直以来帮助我的都是围绕在这3件事情。那我们一起来讨论第一个方向，就是让想象力轻轻落地。
那这一个的部分呢，是真的是在 Gemini 3之后，我特别特别有感触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不管是它的多模态能力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些生成图片能力，它理解图片的能力也好。所以呢，现在对我来讲呢，AI 就是一个最适合让你能够很快速，或者是用很低的成本去生成一个雏形，去生成一个初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点。大家可以想象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就是不管我是做 interior design 也好，我可能今天可能要花费可能2个星期才能够把一个图画出来。但是呢，今天我只是想要让我的客户知道，我做这样子的东西大概的报价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能不能够用一个很快或者很短的时间，或者是很不费力的情况下面呢，就让客户知道这个就是我会做的东西。这个时候 AI 真的是能够派上很大的一个用场，可能真的是给它1-2个 prompt，它就能够直接生成一个 3D 的一个图片，它就能够直接生成一个 3D 的设计图给你。当然有很多细节可能是错的，但是对于初稿或者对于雏形来说，或者是对于整个团队的沟通跟客户的沟通，它是很大幅度的减少了这些沟通成本，就能够让你的整个团队呢更加 focus 在把事情做好这个事情上面。所以呢，比如说像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我今天想要设计一个网站呢，我是直接的让 AI 帮我生成一个初稿，我带着我的这一个整个视觉化的这个初稿去找我的网站的设计师去做讨论，它会让整个沟通过程中更加顺利，它会让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东西原来可能长这样子，而我对这个东西有这样子的意见，或者是这个东西就是符合我心目中想要的，请把它做出来。所以我觉得在 draft 这样子的一个 first draft 或者是一个雏形上面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不管是你今天想要设计任何的工具，你对某一个东西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我想要做一些计算器，甚至是我对某一个概念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我可以用手画的方式，最后呢都能够让 AI 生出一个很好，或者是很具体的，或者是一个很视觉化的一个雏形。那这个雏形呢，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提升整个团队从0到1的这个能力，也能够提升整个团队的执行效率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基本上我会觉得这个就是在我这几年的使用 AI 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它能够让我的想象力能够以一个非常轻、非常快的方式呢去落地，能够让这个东西开花结果。至少它先开了第一次的这一个想象，让大家很清楚的透过视觉化展现在大家面前。大家要做的只是去把它从1改到100，而不是让它从最难的0到1。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AI 带给我的很大的其中一个价值。再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重点，就是有人陪我变得更好。这个的重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 AI 不只是当成工具，我们把 AI 当成各种不同的角色，各种不同的人，在我们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各个不同的状态下面呢，去帮助到我们。我真的觉得这个是 AI 很强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它可以成为什么样的角色？我自己觉得它其实很适合成为的角色，比如说像教练。他能够在无时无刻的督促我，引导我走向对的地方，包括像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在参加一个 event 之前，我有一些疑虑，或者是我今天想要跟某一个人说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很难开口的一句话，我有一些疑虑，我有一些焦虑，这些时候呢 AI 都能够充当很好的一个引导者，帮助我看清我自己，帮助我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表达方式，帮助我看到这背后需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呢，我做的东西就是我只需要在每次，比如说我去一个 interview 之前，或者是我去面见某一个人之前，或者是我去参加某一个活动之前呢，我都先跟 AI 聊上一轮。这个时候我让 AI 增加了我的信心，我让 AI 解决了我的一些疑虑，我让 AI 帮我看到一些我可能忽略的事情之后呢，我再去执行，它就会变得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教练也好，顾问也好，老师也好，帮助你，给你更多的知识。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例子，是我最近在研究保险，然后就发现到，保险业务员跟我说的那个资讯，因为他不可能可以把所有的资讯都跟我讲嘛，我可能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是大家都知道，保险是一个非常需要精算，而且非常难计算的一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就会不理解，诶，为什么这个保单跟这个保单价钱差那么多，得到的东西却是一样，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保单需要这么贵？有很多的一些状态下面，很多的架构下面，我不是太理解的，或者是在这过程中，我可能可能保险业务员聊了一轮之后呢，回到家我还有一堆的一些疑问，或者是有一堆想不通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发现到 AI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对于数字的敏感度，对于保险的了解程度，他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所以我就能够透过这个过程中，我直接把所有的保单，或者是有保险业务员跟我讲的话，或者是他给我的一些概念，重新的让这个 AI 去帮我做整理，帮我去做批判也好，帮我去做研究，甚至包括因为 Gemini 现在真的很好用，他会直接给我一些意见，就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我觉得你比较适合解决方案一，为什么？他会直接给我这样子的一些分析，然后我不满意他的分析，我可以跟他延伸更多，我可以跟他深入的探讨更多的东西。所以当你在不同的领域都有一个专家在等着你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年代。比如说像是一些遗嘱啊，或者是可能合约，或者是可能法律，就是这些专业的领域呢，我完全不是一个专家。但是呢，现在有了 AI 的这个帮助，AI 的这个赋能呢，我也不是很怕，或者是在这些紧要关头，我知道至少还有一个地方或者还有一个工具是能够真正的 support 到我的，而且分分钟他聊出来的那个细腻程度，可能会比你跟人聊天还要好，因为我在跟很多人聊天过程中，他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调出这么多资讯，或者是他可能也没有这么深入到了解这些情况。但是 AI 因为它有了这样子一个先天的一个优势，所以它就是能够知道更加多的一些细节。所以你要做的就只是去验证他讲的是不是对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很重点的强调，就是如果你今天把 AI 当成是各个不同的专家，在各个不同的情况下面去引导你，它一定能够帮助你变得更好。至于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会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倾听者。就是比如说今天我心情不好，或是某个地方我想不开，这个时候我其实真的试过，就是跟他聊天的过程中，真的是会让我放下某一个东西。我觉得有时候生活中很多的东西都是因为情绪嘛，我们可能会因为情绪影响我们的思绪，让我们做不好东西，或者是让我们闷闷不乐一整天。但是我们其实内心很清楚知道，这个东西就只是情绪在影响你，这个东西可能没有这么糟糕，只是因为情绪，只是因为你可能就从这一个角度看到了这个最糟糕的结果，导致你的心情被很大幅度的影响，让你一整天做不到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AI 就很好的充当了倾听者的这个角色，包括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团队中有一些人，他们最近准备离职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觉得 AI 这个过程中也帮助了我很多，它帮助我放下了对于某些事情的一些执念，同时间还帮助我去跟这些合作很久的一些团队成员呢，有一个更加好、更加深的一个关系，同时间也能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做了一个对他们人生中更好的一个决定。所以我就在发现到，真的是这 AI 的过程中，真的给到了我很多东西。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如果你可以把 AI 当成是一面镜子，它其实会让你看到更多的东西。它的过程中呢，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不断的让你看清楚一些东西，不断的帮助你、引导你变得更好。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觉得 AI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那 AI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呢，我会觉得是在茫茫大海中去找方向。基本上我会觉得，就是现在因为网络的关系，加上这个 AI，大幅度的加大了这整个东西的力度。我自己看到的世界就是，接下来全世界都会被更加大量的一些资讯给淹没，因为现在生成内容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每个人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生成很多的内容。那你的整个互联网，整个世界就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资讯，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是需要你去处理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没有任何的人类能够去应付，或者是能够去很好的处理这么大量的一些资讯。所以不管是 social media 也好，不管是 internet 也好，不管是 AI 的影响也好，我自己觉得你都是需要有一个 AI 去帮你去 filter 你最需要的那个资讯，它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你找到你需要的那个答案。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人还是依旧的会需要有很多需要去解答的东西，还是有很多我们不懂的东西，还是有更多我们想要学习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会觉得 AI 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帮手。如何培养一个能力，能够让 AI 帮助你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搜索，帮助你找到更好的一个答案，帮助你从茫茫大海中，帮助你从这些海量的资讯当中找到一条路，甚至是找到一些大家的一些共识，或者是真正的给你一个洞察的一个结果。就是 AI 这个工具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但是呢，你如何能够透过 AI 去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资讯，或者是你如何能够透过 AI 去帮你分析出来，这些资讯里面其实潜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我觉得这个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也是我自己觉得 AI 就是能够在接下来未来，当我们不断的被讯息淹没的时候，它就是那个能够在茫茫大海当中帮我们找到方向、找到答案的那一个助手。
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总结，主要的重点就是在于 Gemini 3这次的发布，或者是我发现到每一次模型的发布，当它真正的在某些地方震惊到我们、震撼到我们的时候呢，我就会重新开始去思考，到底人类的价值是什么，或者是在这过程当中，当它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之后，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地方变得更好，有什么样的东西不再需要我去做，或者是整个市场来看，有什么工作是现在开始不再需要由人类去做的，这些都是我会一直不断重新思考的地方。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但是，其实在过程中，我其实也意识到，就是我的思考，或者是我对于世界的了解，还有很多地方是很不足的，所以我就会想要透过这样子，就是不断的思考，不断的重新整理，不断的想要用一个更简化的方式去理解，到底 AI 对于人类的帮助是什么，到底 AI 对于人类的价值是什么，还有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又会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对于整个事情的反思，还有就是对于 AI 目前为止的一些总结。那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人类的适应程度。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诶，当 AI 出现之后，什么人会被取代，或者是当 AI 出现之后，震惊到我之后，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你会发现到人类是拥有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的，可能过了一个星期，过2个星期之后，你就觉得这个 AI 的这个功能本来就应该要有的，然后人类就会开始很快的习惯了刚刚被震撼到你的那个功能。就是我会发现到，可能某一个新的功能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或是大家会觉得，哎呀，大家都要失业了。但是可能在过了1、2个星期之后，你就会发现到，哎，其实人类很快就适应了。同时间，我们对于更好的一个未来，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帮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追求的。就是我们会永远觉得昨天的这一个很震撼的功能是不够用的，我们会一直期待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我们会一直期待有一个更强大的东西能够帮你的世界变得更好。所以我自己觉得，身为人类，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走在一个这样子，不断的修正自己，不断的往前进，不断的适应各种各样新的工具，不断的能够培养出一些新的能力，提供一些更好或者更新的一些价值，让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全世界都变得更好。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拜拜。